在美国住了40年，如果你问我你赚最多钱的投资是什么呢？我可能要想一下。那如果你问我说你最后悔的理财决定是什么，我可以很快的告诉你，而且不止一个。今天这支影片呢，不讲高大上的理论，我只想用我自己真实踩过的5个坑提醒你，有些决定呢，错一次就可以毁掉10年、20年。如果你是在美国生活的华人，正在投资、买房、准备退休，又或者是觉得说，我应该没有那么笨吧？那这支影片呢，你一定要看到最后。大家好，我是 Judy， 我的频道会用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分享如何在美国聪明生活、安心退休、圆满传承。很多人以为投资房地产就是稳赚。那个时候有人跟我说呢，这块地买下来可以盖5栋房子，它一定涨。结果我买了土地，不是房子。那这块地呢，一放就是20年了。不是说我不想卖是根本卖不掉。那一开始的计划就是说这块地可以盖5栋房子，最后卖掉呢，3个合伙人呢可以大赚一笔。后来买下来之后才发现，真的是隔行如隔山啊。首先要找到 builder 盖房子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那除了要找到好的 builder 之外呢，我们还要配合了 township 的各种法规、土地开发限制一大堆。那也就是因为这些的法规和这块地的地点并不好，所以没有建商愿意出钱买下来盖房子。那这中间呢，我们也找了5、6个中介呢帮忙卖土地，也没有人愿意买。试过了各种方法，想办法处理掉。就这样子一块地放了20年才脱手，而且是亏了60%才勉强把这块地处理掉。那在这20年当中呢，虽然房子没有盖起来，可是还是要报税和交地价税的。所以呢，土地并不是像买房子那样，至少买了房子呢，你还可以租出去，或者是做 cash out refinance 拿点钱出来。那土地呢是没有现金流的，银行呢也不愿意贷款给你。那这真是我人生投资经验里面最大的噩梦。想一想如果当年保守估计以 7% 的报酬率来算，10年左右呢可以翻一翻，那20年呢已经本金翻了2次了。也就是说呢，假设当年的投资金额是10万美元，放在了一个 S&P 500 Index Fund 里头，那20年下来呢，保守估计呢已经变成了40万了。所以我奉劝所有的朋友不懂行业的千万不要碰，不懂的投资千万不要投。不管别人怎么游说你呢，如何的画大饼，钱在你的口袋里面，你有自主权。那做足准备的工作之后，而且要请教了专业人士之后呢，才做决定。这个专业人士呢，一定是在这个领域拿到了成就，而且呢，他们踩过的坑呢，其实就是你最好的借鉴了。还有，如果你要投资房地产的话呢，千万不要投资土地，因为投资房子的话，房子还可以用贷款买下来，而且可以出租，那也可以把钱贷出来用。尤其是盖好的房子呢，你也不用平地起高楼了。如果买土地呢，你必须请人画图，跟 township 申请 permit， 还有一些 zoning、sewer 等等的问题，那这些都是不可掌控的，而且呢，要花大量的时间去处理。那第二个后悔的理财决定就是感情投资。我自己的弟弟创业，我想帮他，那没有指望这笔钱会给我带来更多的财富，可是这笔钱呢，也不是我多余的钱，他也是从我的存款里面挤出来。结果呢，我弟被他的其中一位投资人告，那他就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也是投资人，我付给律师打官司的钱你应该也要一起负担，我投资1毛钱没有赚，公司出事了还指望我一起付律师费。而且他还告诉我，他说你不懂法律，投资人本来就是要一起分担责任的。我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从医生转成变律师了。那这件事情呢，我学到了一个惨痛的教训，就是说再熟的朋友，甚至于兄弟姐妹亲戚，只要扯到钱真的就很容易走到不欢而散，除非这救命的钱，否则呢不要用投资去考验感情。那最致命的一点就是我太不懂人性了，在很多人心里头你帮他是应该的，你不帮他呢反而变成你的错。如果你有钱想要借给兄弟姐妹或朋友投资呢，那么你必须就要当做这笔钱已经打水漂了，再也不会回来了。第3件我做过有关于理财方面后悔的事情，就是不懂税务。在美国呢，其实有很多合法长期稳定的省税方式，但当时的我完全就依赖了会计师，自己没有多花时间去多了解税法。每年呢在报税的时候呢，被动的接受了结果。报税季节我就问会计师，我能做点什么事情省税？他们不外乎告诉我说开个 IRA 啦，或者做个 SEP 啦，或者是用上几个常见的 business expenses deductions 等等。后来呢，我自己就去考了税务师的执照，而且呢开始去研究说为什么这些富人呢他可以一边赚钱一边省税。我后来才发现不是会计师决定你能帮你省多少税，而是你事前的税务结构来决定的。你如果不懂税的话呢，不是多缴一点钱，是年年再多缴，缴10年20年。那我在这边呢想特别强调的就是说，作为一个美国税务居民，交税就是我们的责任了。但是如果多交了一些冤枉的税，而政府把这些钱拿来用在不值当的地方，那么我们还不如把这些省来的钱呢用在我们想帮助的人或者是成就有意义的事情。所以这件事情我学到教训就是不要等到每年报税的时候才发现自己交的税太多，而且呢是要事前就做好了税务规划，平时多了解这一方面的信息，并且请专业人士帮你做全盘的税务规划。那第4个决定呢，就是有关于房子了。我买卖过几栋房子，问题不是买错，而是住不久就搬。
那平均大概7、8年搬一次房子。那很多时候其实也有不得已的理由，比如说工作啦、家庭啦、学区的问题。但回头想想呢，其实是有变通空间的。房地产真正厉害的是什么？就是长期持有、时间复利、税务优势和通膨保护。如果当年我少换几次房子，那在同一个房子呢都多住几年，而且维修得很好，那一方面呢我们自己也享受到了，另一方面呢资产的累积会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好的学区房呢，它可以跑赢通膨，而且呢太频繁的买卖呢，它必须要付出了佣金啊和搬家费、过户费等等这些费用的。所以呢，从这件事情呢，我学到的教训就是说，买房子之前啊，要想一想未来15、20年是不是可以住在这个房子里面，而且房屋的贷款是不是可以按时缴付。如果未来有了任何的变化呢，是否有更好的办法，而不是说轻易的买卖房子。而且搬家这个事情也是很头痛的事情啊。首先要打包东西，找搬家公司，卖房子呢要处理家具、换地址等等，都是耗时间、耗精力的事情。那最后一件呢，有关于后悔的决定，就是听消息买股票，道听途说最贵。我相信这是很多人犯的错误常常会听到一些专家啊、权威讲，说这个股票很好，以后一定会涨的，然后就跑去买了这家公司的股票了。我当时呢没有研究财报，没有具体了解了产业，当然呢更没有做风险的评估。结果买了这家公司股票之后呢，它一路就往下跌了，那心理压力就越来越大，最后只好卖掉了。我们往往听到别人说这家股票涨的时候呢，其实已经过了购买的好时机了。那在这件事情呢，我学到的教训就是呢，千万不要听任何一个人，包括了所谓的成功人士啊或名人的推荐。倒不是说他们推荐的股票不好，而是自己要具体的了解这家公司，做评估之后呢，才决定要不要投资，而且评估自己承担风险的能力。如果不能承担股市上下波动的压力呢，就不要选择投资个股了。你可以选择 mutual fund 或者说 ETF， 甚至于说保利所利的投资产品。这5个后悔呢，表面上看起来不同，但本质只有一句话，就是没有全局观的理财。每一个决定呢，都可能变成了地雷。房地产、投资、税务、股票、退休，他们从来也不是单点的决定。如果你正准备移民美国，或者是呢你在美国正在投资，有房产，有退休的焦虑，或者说只想知道说，我现在这么做10年后会不会后悔，那你可以在下方连结呢预约一次退休与理财方向的咨询，至少别再走过我走过的冤枉路。谢谢你观看今天的影片，请点赞、收藏、开启小铃铛、转发和留言，我们下个影片见。